大家好，我是月费断了40天回来续约，突然多一间大房子住的工会吸血虫 TG 讲游戏。一回归啊，我就开始庆幸我有加入这个工会。超大间的客厅，窗户还有水花洒下来的特效，以为在拍偶像剧。还有万用的神秘地下室，地上有一锅不知道谁放的在地美食，这是怎样？为什么有一锅料理在地上啊？后来不知道是谁把这里装潢的有够漂亮，超浮夸，有天窗还有花园，这里一定是 FF7 那个地方对吧？这锅终于有个家了。听说工会房子的装潢很不容易啊，要么花很多时间练生活技能做家具，要么做别的事情去赚钱，然后花一堆钱买家具。装潢的成就感，光是用看的这个反差就觉得很值得。而且听说我们买在一个好地方，穹顶昊天第7区30号，大等于台北天母区的样子，有露天澡堂可以泡澡，还有山温暖。听说还有楼可以跳，但是我找不到。很像社区大楼里面附加一堆小公园、小设施。很谢谢工会里的大佬们，让我不用花1毛钱住在这种大豪宅。我会继续当一位称职的工会吸血虫。还要感谢观众送我一把蛮神发光武器，让我自以为是 FF8 的时刻，背着狮子的心欧北招，还送一台有陆行鸟的双载摩托车，跟一堆料理和装备。料理我都存仓库做纪念，我舍不得吃。我是玩 RPG， 连汰换掉的装备都会留着做纪念的那种怪人，都不会拿去卖，很念旧啊。之前主线打到 3.0 已经是3个月前的事情，现在帮大家快速简单回忆一下尾段剧情。原本有教皇执掌的北方国家伊修加尔德，在 3.0 最后被主角挂掉了。他好几代前的老祖宗、老祖先都知道龙的眼睛具有强大魔力，肖想很久了，于是夺走其中一条龙的双眼，然后老祖宗又编造假的英雄事迹去欺骗人民，导致居住此地的人类与龙族发生千年无法停息的龙狮战争，让种族仇恨一直延续下去，始终无解。主角跟艾莫里克寻求龙狮战争的终结点，意外从一条名为赫拉斯瓦尔格的白龙得知100年前的真相，是人类不对在先，于是向人民传达真相，才终于得到人类与龙族再次交谈的机会。但是这个决策造成国家分裂成新旧两派，一派活在过去的谎言，一派相信现在的真相。主线 3.1 到 3.3 要来处理这个内乱。另外 3.0 还有一个关键人物，龙骑士大师兄艾斯迪尼安。很久以前他已经摸走一颗藏在伊修加尔德圣座的龙眼，后来加入主角打倒教皇，再回收另一颗龙眼。他的使命是回收2颗尼德霍格的龙眼，丢入无人能及的云海。这边提醒一下龙族的2种立场，尼德霍格是主张消灭所有人类的复仇之龙，维德福尼尔是有意愿跟人类谈判的龙。更前面讲的赫拉斯瓦尔格是两边都不介入，每条龙都有自己的立场，并不是所有龙族都想着复仇。最后大师兄逐渐压不住尼德霍格龙眼的杀意，打完最后一战突然下落不明，剧情就停在这里，作为 3.0 结束的伏笔。后来走完 3.1 到 3.3 的剧情，我很喜欢2个地方，也是剧情最高潮。人类与圣龙重新缔结和平条约时，大师兄突然现身捅圣龙一枪，再化身成尼德霍格，向人类再度宣战。这边剧情跟画面张力是很够的，虽然剧情有猜到。另外第2个地方大家肯定猜到了，双龙互咬跟最后一场副本，还有音乐加成。有观众说他小时候跟妹妹抢 Wii 的时候，差不多就是打成这样。这段情绪渲染力很强，完全被音乐跟画面带着走，然后情绪激昂的跟别的玩家一起消灭掉尼德霍格。所有好朋友纷纷显灵，一起帮大师兄拔龙眼，这段很感人。但是感人不到太久，我就被下一段演出给吓到了。不是吧？不是吧？红背蛋哦！哇，完了，留伏笔了。故事又可以继续写了。这里我有点误会，我以为他们把龙眼随便找个地方乱丢，结果这个很像桥底下的地方就是云海。这次做影片回头检查对话文字，才发现大师兄早就说好要丢到云海，所以这个锅是大师兄的，不是艾莫里克的锅。但不得不说 3.1 到 3.3 还是有些可惜的地方。一开始的剧情走向跟我想的差非常多，我以为开头就要缔结和平条约，然后开始走大师兄的时间，结果矛头突然转到别的地方去。艾莫里克被路人捅了一刀，
哇，看这个画面，想说以为要完蛋，出大事了。结果下个任务就好了，皮外伤而已。还有一个有点地位的小配角，总是做错事情，对所有一切都失去方向跟判断力，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也是下一个任务马上就好了，这有点像是线上游戏的更新周期硬伤。只有短短25个任务，却想要讲完国家内乱，就派民众由黑转粉，从演习找回正能量。真的仓促到还没开始深入，又结束往下一个事件的感觉。可能有些玩家觉得 3.1 到 3.3 有点过誉，大概原因可能出在这里。我也没办法说这几段很好，但是头尾收得很好，大部分是挺不错的。然后到 3.4 出现我很感兴趣的题材，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暗之战士。原本他们也是遵循海德林的光之战士，最后因为光之力量过度膨胀，世界毁灭了，连他们的本体都消失了，而自愿化身为暗之战士的灵魂，去别的世界找方法让光暗重回平衡。最后借走沙之家的广播器明菲利亚，然后就退场了。一群伏笔很重的原创角色。这边顺便交代 FF14 是个多重世界，一共有14个世界，这点设定蛮重要也蛮好用的，应该算是有帮忙解释到为什么有一些支线剧情跟系列作联动的时候，剧情总是会长得有点不一样的原因，也代表 FF14 不一定就是某些 FF 原作的延续，而是保留遐想跟改编的空间，去弥补一些原作的遗憾，或是做个以服线去加笔的地方。我很喜欢 FF14 这个设定，等等后面讲伊瓦利斯会用到。另外还有这个把老板砍成杨过的鸡巴人，我超爱这个反派，我爱死他了。真的多亏有他，让 3.4 剧情更精彩。随地乱丢的龙眼已经跑到他的手上，因为被无影捡走，转交给他。再乱丢啊，再不给人保管啊，紧接着事情就不得了了。他煽动一群想要获得解放的阿拉米格人，精心策划一场内乱，拿一堆人在内乱中流的血跟尸体，再加上尼德霍格的魔力，来献祭召唤新的蛮神神龙。原本就是一场灵灾级别的大浩劫，结果帕帕利莫牺牲生命开大，把神龙暂时包在结界里面，争取到主角跟席德去唤醒传说中的蛮神克星。Omega 正式登场，又是一位熟悉的老朋友。这边打斗画面超精彩 ，Omega 紧追不舍，空中追击，神龙摆脱掉光弹也会回敬一发。最后再来个两边对波，这种大场面最好看了。最后两方消失于光芒之中，以为要继续追踪他们，结果 3.4 收在这里了。想说哇 4.0 应该很精彩哦，谁知道找人对话找东西，找人对话找东西，然后就睡着了。4.0 真的有 80% 的时间都在打瞌睡。Omega 被放在支线任务里。4.0 的剧情主轴放在解放阿拉米格人，标题叫红莲解放者。这边有插句话，大家都喜欢叫他阿拉米高，所以我就跟着叫阿拉米高。阿拉米高在之前剧情只有简单带过，没有详细说明状况，这边补说一下。他们的土地被帝国占据，所以有一部分的阿拉米高人流落到乌尔达哈变成难民，带给那边人民很大的困扰。另外一部分选择待在原地，过着被帝国人欺负的日常。杨过跟伊达都是阿拉米高人，所以 4.0 故事主角西位自然就落到伊达头上。伊达跟帕帕利莫都是形影不离的，伊达失去帕帕利莫，刚好成为他放下面具的理由。之前戴着面具，只是想象自己活成理想中的姐姐。如果有玩过旧版的 FF7， 可以理解为克劳德把自己想象成扎克斯那种意思。他现在要用自己来面对世界，彻底舍弃掉伊达这个名字，改名叫丽瑟这个原名，听起来很伟大，却反变成 4.0 的一大败笔。丽瑟只能负责在旁边放话跟抱怨，苦劳事全部交给玩家去做，不然玩家也没得玩。从头到尾都是这样。丽瑟唯一的功能就是穿上 4.0 PV 这套服装，我不知道该说是武打服还是舞娘服。对不起，我讲不出这个女生其他优点。4.0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突然空降的统治者芝诺斯，大家都叫他大屁股，实际比一下，屁股还真的蛮大的，一个开高走低的反派。帝国一直都是强排慢打的高姿态，突然空降是没问题的。他有一个很好玩的旋转箭筒，让我印象很深刻，感觉他无聊都会玩这个很好玩的箭筒。芝诺斯强到没有人拿他有办法，强敌感从一开始就树立得非常非常高，以为他要开始干些大事，阿拉米高的反抗就突然暂停了。
主角一行人决定去帮东方国反抗帝国军，他们计划是两边一起进攻，让帝国很难守。阿拉米高这边就真的突然时间暂停，去东方国这期间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所以 4.0 故事就是绕了非常大一圈去集结不同势力，并且讨好关系，一直找人对话找东西。 4.0 给我的亮点反而都在前所未有的地图风格，还有高水准音乐，去填补我在 4.0 逐渐减少的生命值。有海底世界可以在里面潜水，也算是达成 FF 有几代本传的成就，例如3、5、7代的潜水，还有游泳游到死的海岛，在绝鬼岛还有引用日本神话的三神器，召唤出须佐之男。打副本要挡住他的刀啊，没挡好全队死光光，可惜我在旁边看而已，不然蛮想挡的。我非常意外打完整个 4.0， 最好玩的地方就在黄金港里面，这里是日式风格非常浓厚的组成，非常漂亮。刚到这里，我强烈推荐一定要好好的逛逛，有休闲放松到的感觉。但是我刚到这里，马上有热情的观众把我带到这个地方，什么都没说就跳上去了，我也跟着跳上去，跳着跳着才发现这是一场陷阱哦，然后我也找别人来跳了。哦，干！Yes, yes, yay! 啊！ Oh yes, yeah, yeah! 哇哇！怎么可能？哇哦！哇，又疯了一个！非常谢谢杰斯可让见证人类反祖的历史。他整整跳了5小时，可惜没登顶，最后找一个休息站跟大家合照。跳这什么极楼神，最后还有什么极灯神，从屋顶上跳到这个灯台，这也是探索笔记的其中一个成就，真的是疯了！一定要找个替死鬼一起来跳啊！ 4.0 蛮多人喜欢这块大草原的样子，跟前面一堆无聊的跑腿比起来，这里的确比较有趣一点。有3家不同的部落跟民情文化在这里持续斗争，也诞生出 FF14 的告白金句：“你一定是我的月神。”如果你是女生，有人这样跟你告白，记得跟他加好友，带他去跳极楼神，跳完再封锁他。 4.0 绕完一大圈，集合各方势力夺回家园。主角实力也突然强到打得赢芝诺斯，完全没有解释，路上也没有变强的实感。2.0 收集水晶之力，3.0 有水晶试炼，4.0之后找人对话找东西，副本打赢就算赢了，就是这么简单暴力。之前失踪的 Omega 跟神龙都在帝国这里，龙眼最后被大师兄给亲手处理掉了。4.0 结束的很平淡，整个开高走低。主要问题出在为了集结各方势力，做了很多性质雷同的跑腿任务，然后绿色的工作被主角整晚端走。芝诺斯手上4张大佬2也能玩到输掉，我只有飞燕、好雪夜路这段剧情醒着，其他真的蛮无聊的。 最后 4.1 到 4.3 的剧情真的不错，特别做球给丝袜战士福朵拉跟丽瑟，还有好雪跟夜路这2组人马。福朵拉跟夜路都是以前过得很不好，后来站在帝国方的背骨仔，也没什么表现。特地把 4.0 打过的吉祥天女再拉出来打一次，搞一个大家快被精炼，几乎来不及回防的中风副本。丽瑟冲去找坐牢的福朵拉，问他要继续摆烂，还是为了阿拉米高人而战？当然是后者。于是现身帮忙解围，拯救一场大危机。叽歪的阿拉米高人当然无法忘记他杀了许多同胞的事实，但是特别感谢他这次的救人行为，也让他第一次体验到帮助人的喜悦。他身上有帝国的人工超越之力，感觉未来是有他的戏份。 夜路这边，它有整个4版最华丽的副本待遇，一场音乐跟视觉都很日式的梦幻飨宴。4.1 到 4.3 我就几乎很清醒了，4.0 我大概有80%的时间僵尸化，不过其余的不讲太多，因为我最想讲的终于憋到现在能讲了。 就是 4.0 的24人副本重返伊瓦利斯，剧情巧思多到爆炸的大型支线任务。这个任务从一开始见到委托人我就笑了，他们故意把拉姆萨跟阿努玛做得很像战略版的本尊，然后性格跟姓氏也都故意弄得很不像。这边的拉姆萨好像有个小屁孩的，而且我后来才发现，这个剧本其实是超级难得的梦幻联动。
由松野泰己亲笔编剧。松野泰己已经离开史克威尔艾尼克斯有一段时间了，他最后一个作品是2006年的 FF12， 他任职 FF12 的导演，当时因为长期健康的问题离职，也导致 FF12 临时更换导演，产生剧情割裂的问题。但是只要提到 FF 的伊瓦利斯，都跟松野泰己离不开关系。FF 战略版、流浪者之歌、FF 战略版 Advance、FF12， 这些都是他主导的游戏。后来的 FFTA2 风穴的魔法书跟 FF12 归来之翼都是他离开之后才诞生的，这些都是伊瓦利斯世界观的作品。顺带一提，他担任过皇家骑士团1的导演，还有2代的导演跟剧本，所以 FF 这次是很难得的亲爸爸会来看儿子。现在查到资料，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原因在后面会讲。他们家族想要演出伊瓦利斯舞台剧，并参考一本叫《黄道勇士传说》的书，上面写的是年轻的平民勇者迪丽塔最终成为英雄，建立了传说中的王国伊瓦利斯。这几句话是战略版的结局，但这也是破关战略版的最大遗憾。制作组也非常清楚，因为真正的英雄有一些原因没有被记载于历史上，此人就是拉姆萨。拉姆萨是少数 FF 系列里面做了很多好事，但下场不太圆满的主角，人生际遇非常惨。出身名门贵族，在他学习怎么当好一位剑士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无辜卷入哥哥为了上位所策划的阴谋，也导致迪丽塔的妹妹死于战场。迪丽塔从此不再相信贵族，与拉姆萨分道扬镳。拉姆萨也失望自己，舍去家族的姓氏，改从母姓，自立佣兵团，依然保护人民跟妹妹。也因为这样，无意间接触到圣使的真相，这是教会人士跟少数知情的贵族都很向往的力量。拉姆萨很快被教会宣判为异教徒，避免丑陋的真相被公诸于世。而且当时正逢战乱，教会是人类的精神寄托，凝聚着非常大的人间信仰。宣告为异教徒，等同于社会大众的敌人。一边对抗教会的追杀，同时又发现哥哥是背后真正的敌人，最后连妹妹都被教会骑士掳走。拉姆萨一直很努力地寻找妹妹下落，还愿意相信他、追随他的人都是受过他帮助的人。最后世人都以为他死于战场，留下异教徒的名声，没人知道他成功拯救妹妹，铲除许多效想圣使的贵族与教会骑士，并侥幸活下来，从此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他的个性就是 JoJo 最推崇的黄金精神，套用在拉姆萨身上是完全符合的。我非常喜欢拉姆萨这个角色，做了很多好事，有着坚定无比的信念，却得到一个不太好的结局。虽然隐姓埋名的生活比较适合他，但我还是会私心希望结局能给他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而且他也是游戏里的主角，陪伴玩家非常长的时间，所以一直有一个遗憾悬在这里。结果很刚好，他们父亲觉得背后还有真正的伊瓦利斯历史，英雄应该另有其人才对。他之前在达马斯卡沙漠挖掘到圣石，这块石头有时候会跟他说话，因此萌生出这个想法，所以大家前往沙漠找他爸爸。这是第一个24人副本的剧情背景。这个起头直接把我对这篇故事的兴致抬到最高点。我很好奇最后会不会还给拉姆萨一个公道。达马斯卡沙漠也是个老地方，它是 FF12 第一个冒险的初始地，也是第一个讨伐目标的目的地。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只讨伐番茄怪就是它，所以来到这边又是怀旧，但是又跟 FF12 的沙漠长得不太一样，因为制作组硬生生的把战略版跟12代两个不同时代的文明合在一起。FF12 跟战略版是两张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地图，地点是重合不起来的。然后他们把战略版的伊瓦利斯王国遗址塞在 FF12 的沙漠底下。在多年后的 FF14 看到这种做法真的是蛮有趣的，有一种在老地方寻找失落文明的感觉。然后我看到第一个 BOSS 的造型，我连名字看都没看就直接讲出来了。这是贝德的皇帝耶，双鱼座。我还记得名字，就是因为这些召唤兽的名字实在太中二了，什么断罪的暴君、巨蟹座、摩羯座是愤怒的领地、不敬王天蝎座、狮子座统治者。以前国小还国中很中二 ，FF12 打到一半，隔天我就跑去问同学的星座，问完之后一副很优越的样子，跟他说：“你是断罪的暴君之类的答案。”对方一脸之后干列公三小的表情，回想起来真的是尴尬到起鸡皮疙瘩。召唤兽全部总共有13个，战略版只登场7个，直到 FF12 才补齐全部13个。
也是 FF12 的怪物图鉴才补上故事。战略版的时候还没有任何解释，只是一登场名字就很帅，然后也不知道在帅什么。他们是出自伊瓦利斯的创世神话，分为光之异行者跟暗之异行者。不过光之异行者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登场过，只有文字提到。所以后来只要扯到伊瓦利斯世界观，多少都会跟黄道12宫有关系。他们的图案是有一把蛇夫做图案的剑，围绕着黄道12宫，应该很多人有印象。这是伊瓦利斯联盟的 logo。星座在战略版有很多隐藏象性，到了 FF12 还有 TA1 跟2代，我就觉得还好了，比较偏向背景设定的存在。然后我也因为这次做功课，才发现我一直有个很大的误会，原来 FF12 是战略版1000年以前的时代，我非常惊讶，因为 FF12 有非常多高科技产物，什么飞空艇啦、空中战舰这些，又比战略版晚9年才出。结果中间经历过一次大崩坏，人类科技倒退到中古世纪的水准，起陆行鸟上下班的时代。另外13星座在 FF12 是召唤兽，到战略版升格成圣石兽。战略版的召唤兽就是大家熟悉的伊芙利特、席娃这些。伊瓦利斯的详细设定大概是这样子。虽然召唤兽照搬 FF12 的模型来用，但是招式按照14的玩法来做机制，完全没有偷懒。像水瓶座的打法我就很有印象，要看瓶口的方向去躲招式，不然会被冲走。剩下就是交给队友 carry， 缘分到就会过了，非常简单啊。第一关的最后 BOSS 是战略版的阿加斯，他是一位贵族至上主义者，不是好人。他想要成为伊瓦利斯之王的思念太过强大，导致被圣石放大这个情感，暂时显现肉体。实际上这名角色已经死了非常久的时间，打倒他就会变回一颗圣石，也是跟战略版一样。然后帮加莫南四人组从天而降，抢走圣石，抢走委托人父亲的重要书籍。他们是 FF12 的角色，一群拿钱办事的赏金猎人。结果下一秒剩3个人来归还书籍，求主角帮忙。这里交代一个非常大的原作修改。好几年前，他们是拉斯勒王子的部下，当时国家遭受帝国侵略，快要灭了，只好临危受命，带走王子的双胞胎妹妹雅雪，然后逃生。结果没有守护好雅雪，悲剧收场。FF14 的雅雪确定已经过世很久了，大哥出于智者还有对帝国的恨意，导致被圣石放大内心的情感而失控。下一个24人副本要去拯救他。刚才这段剧情是改编自 FF12 最一开始的剧情。雅雪跟拉斯勒是2个不同国家的政治婚姻，好像多少有一点互相喜欢吧，我不太确定，因为男生死太早了。后来雅雪去各地完成王家试炼，证明自己的王家血统，然后复国。他是 FF12 里面最重要的主角。第二个24人副本地点也是12代混战略版，14代这里做了脑洞超大的改造，说这里原本是一座完整的机工都市，但是上半部发生神秘爆炸，于是达马斯卡人改造剩下来的一半，就变成现在的大灯塔，所以外面多了好几根很难看的老旧大水管。水管代表战略版的机工都市，本体是12代的灯塔。连里面的传送器都很怀旧，水晶也是。老东7号也是出自战略版，重大支线任务登场的角色。他还跟大家玩算术小游戏，把大家的血变成个位数，然后要自己去算，再加多少的数字才符合他出的数学题。题目都是国小程度，什么3加多少等于3的倍数，我的血只有8，所以占加1的地方等于3的倍数，这很国小吧？有人算错就会被笑。这是因为战略版有个叫算术士最强职业，你可以练完所有魔法，然后进行算术，例如等级符合4的倍数，或者 CT 是5的倍数之类的条件，然后再选 Holy 或是 Freya 这种大伤害魔法，就会进行符合条件敌我不分的全场大轰炸。战略版玩到后来都是一回合结束一场战斗，只要你练出算术士就可以无脑爽game，就是这么好玩有趣。之后 BOSS 我有吓到，一个蜥蜴居然变成鬼龙雅兹马特，这是12代最有名的名产。雅兹马特是做一个讨伐任务的 BOSS 怪，强度远高于其他所有 BOSS， 连 Omega 跟蛇夫座戒律王都看不到车尾灯，血量高达5000万。以前有玩家装备还没搞好就硬要打这只，然后开着 PS2 给他自动打，打了一整天都打不死，或是挂着给他打到全灭。因为12代的 BOSS 有血越少越强的设计，真的超级难打，到后面倒数几条血他都是一爪一只。FF14 之后感觉到他血很多，可能是跟到的团太强了，随便打都过。蜥蜴大哥死后留下王子的项链跟杜马圣石，这2样物品先搁着，先回头来讲剧团。
剧团这边其实家族大有来头，父亲表明他们家真正的姓氏其实是杜莱，这个姓氏超级重要。因为他们的祖先奥兰杜莱是唯一写下拉姆萨的事迹于一本称为《杜莱白书》里面，但这本书被教会视为禁书，永不见天日。所以前面在讲拉姆萨的时候，我有播一段动画，仔细看的话，应该有发觉他画面故意弄得很像是在翻阅一本故事书的手绘风格。这是 PSP 版追加的动画，最新版也有保留。会这样呈现画面，是因为战略版的开头叙事是用翻书的方式来告诉你故事，然后翻书的人是战略版结局过后400年杜莱后代子孙艾拉兹兰 J 杜莱，以翻阅这本杜莱白书的形式，让玩家扮演书中的拉姆萨，走完这趟记载于书中的历史。而这本杜莱白书的作者正是拉姆萨的伙伴占星术师奥兰杜莱所亲自撰写的。他是唯一一位在破关结局之后亲眼看见拉姆萨与阿鲁玛还活着的唯一见证人，可惜没有叫住他们，但看到他们还活着真的非常开心，可惜只能用一句感谢来表达千言万语，这边真的很感动。ありがとう、ラムサ。またいつかどこかで会おう。可惜这本杜莱白书后来被教会发现，奥兰杜莱以异教徒的罪名处以火刑。杜莱白书被藏于教会，封为异端邪说的禁书。至于后代子孙怎么拿到的，这点没有交代。因此剧团手上有一本祖传的杜莱白书抄本，最后书中指引的地方就是战略版的起点欧伯纳修道院。据说升天使阿鲁忒玛在里面不断孕育着圣石，这个地点被改放在12代的葛摩尔大密林里，这是韦埃拉兔女族的圣地，禁止任何人通行，所以又透过12代的蜥蜴人去找来12代的角色客串弗然，完全长得一模一样，连个性也是。不过开始前往修道院的途中几经波折，阿鲁玛突然被圣天使阿鲁忒玛透过圣石的力量把他拉进异空间。众人准备从大密林前往修道院救人，又换成阿鲁玛被释放，拉姆萨被召唤。最后阿鲁玛身上的母亲项链上面有半颗圣石，这时突然发光，大概是因为刚接触到圣天使阿鲁忒玛，才重新启动圣石中真切的愿望。主角的超越之力刚好可以看见圣石的过去，所以整件事情终于要真相大白。松野太己到底在哪边做了历史性的修改？答案都在这里。这版的迪丽塔跟拉姆萨改成私下还有一起行动。迪丽塔按照拉姆萨的期望，终结了狮子战争，成功建立伊瓦利斯王国，并且意识到是拉姆萨在暗中不断替他消除障碍，他才能坐上今天这个位置。但是拉姆萨已经不在世上了，他们无法消灭圣天使阿鲁忒玛，所以自愿将灵魂封印于圣石当中，把圣天使阿鲁忒玛封入多重封印，并且不希望这个事件与他自己被写入历史当中，避免继续引来对圣石有兴趣的人再度陷入战乱。阿鲁玛把拉姆萨的圣石交给迪丽塔，这时从圣石中短暂出现拉姆萨的灵魂，亲口拜托他的挚友加冕为王。他相信迪丽塔必定能为伊瓦利斯带来一片光明与和平，留下难以接受的众人面对失去拉姆萨的未来。最后将这颗圣石做成2条项链，期望未来有光之使徒受到项链的指引，帮助他们找回伊瓦利斯的真相。奥兰杜莱也撰写完杜兰白书，准备交给教会的人员，并且自首。这里没有补说为什么迪丽塔不帮他证明清白，唯一的可能就是可能会连迪丽塔都失去英雄王的地位跟信任，或者让圣石的传说继续流传于世上，所以迪丽塔选择沉默不语。阿鲁玛这时已经怀上奥兰杜莱的小孩，确保杜莱家族有后代子嗣。FF14 的历史改编版到这边结束，在原本的战略版，奥兰跟阿鲁玛这2个人是完全没有交集的，这样也就清楚明白为什么14的拉姆萨跟阿鲁玛很像战略版的本尊，因为他们是杜莱跟贝奥尔甫家的后代，非常奇妙的一笔。所以前往修道院的路上，全部都是拉姆萨的伙伴。过去为了封印圣天使阿鲁忒玛而灵魂无法获得解放的圣石思念体，在这边终于获得长年以来的解放，再也不受阿鲁忒玛的控制了。地上这些都是过去为了封印阿鲁忒玛而自愿变成圣石的伙伴，以及阿鲁忒玛常年孕育的圣石。他认为这是替人类离开炼狱的圣行。最后这一下真的是送给玩过战略版玩家最大的礼物。战略版的同伴出来帮玩家开防护罩，但还是抵挡不住阿鲁忒玛强大的魔法，防护罩被瓦解，以为全都要吃伤了，结果最后出现拉姆萨一个人扛住攻击，看到都很难不激动起来。
打倒圣天使阿鲁忒玛，所有牺牲的同伴纷纷从圣石中获得解放。这边我觉得越是喜欢战略版，那种多年以前的遗憾，真的会在这边获得一口气的释放跟化解，得到一个出于松野太吉本人亲笔写出的结局，还拉姆萨他们一个公道。当下这边我真的很感动，差点破防。剧团决定把家族事迹演出给更多人知道，重返伊瓦利斯的故事在这边就画上完美的休止符了。原作战略版的故事真的很精彩，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说。然后我在这个篇章找到我的月神水晴，一脸很睿智精明的样子，却穿着吊带袜，哇，外表是冰山，内心其实是火山啊！惊讶的表情超有戏，超可爱，绝对不是什么路边假扮的冒牌货能比上的。伊瓦利斯结束后，我也顺便把 4.0 剩下的内容补完，最后跟大家一起过完 Omega 8人副本，里面也是各种怀旧 BOSS。FF6 的还故意弄一个由下往上升的斗神雕像，又是一个细节还原。感谢那天有一起参与活动的大家，我是 TG 讲游戏，感谢你的观看。希望这部3.x到 5.0 门口的影片有让你们看得开心。这支影片整整耗时1个月才完成，真的很不好意思。FF14 从 3.1 打到 5.0 门口花了15天，每天8小时，又临时决定破关 FF 战略版伊瓦利斯编年史去得到我需要的画面，顺便恢复记忆，又花了4天全破。然后文案撰写跟核对翻译5天，30分钟影片剪辑再花5天，这样1个月就过去了，全部一个人做。这中间还有其他事情要忙，真的让大家久等了。也欢迎分享给你的周遭好友，会帮助到我的影片有更多的曝光。看完影片再一起约跳极楼神，近期将会制作 Rockland X6 的实况精华，让大家久等了，请拭目以待。感谢收看，晚安。